火箭这次彻底疯狂了，不仅红球需要精准命中，如果不能 K 活黑球，那他就等于自杀。落后43，台面最高仅有43，敢在世锦赛半决赛如此不计后果，也就火老师干得出。我去，好啊，有干球。黑球难度极高，因为粉球的干扰，人会下意识避开障碍，很容易打偏，而且还必须衔接到上半区的红球。厚了一点，好，力量。太疯狂了，现场观众都恨不得把房顶掀翻，每杆拿出来单论都足以封神。火老师这还是连续上演，谁能知道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？但是难题并没有结束，长架杆的情况下，母球还要绕台下来叫黑，这9981难，啥时候是个头？加长杆，加长架杆，看看还是下更低的杆啊，加了左塞，要绕黄球的左侧。哇，好线路啊！好线路啊！有机会咱们看到真黑球了，真的是不服不行。连续3杆超神表现，火老师好像还不满意，因为黑球略微有一点直，这杆黑教皇还能顺利到位吗？发力的斯登想要强行扩大分离角，但是很倒霉的碰到了粉球。万幸的是黄球还有下球点。47岁的火箭要接受来自长台准度的考验。长台的准度啊，需要用一个第一杆右塞2护绕绿球。哇塞，太精彩！真的是大心脏啊！这种关键时刻，杆杆都到位。这就是火箭，没有机会创造机会，出现意外强行纠错。休息区的老张已经做好了抢黑的准备。哎呀，希金斯有点替他惋惜啊。虽然说争黑的还没有结果，但是刚才面对一个黑球的超分黑球啊，没有打进。嘿。这一盘真黑，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世锦赛正赛到目前为止第一次真黑球。对，在双方分数打平之后啊，要来重新的真黑球。黄老师上手那颗球真精彩啊！低杆右塞2护滑过来。太离谱了！如此苛刻的条件下，他真的做到了。2个人都来上一口生命之源，残酷的真黑大战，可容不得半点失误。这次喝了一杯凉的啊，也是平静一下。火箭猜对了硬币，选择让希金斯开球。上来要做一个分边，力量要控制好。经典的黑白两边分，优点是相对安全，缺点是会留下翻带的机会，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。如果对手选择翻带，也有漏球的可能。不同风格的球员在这里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。奥沙利文也翻带了。火箭选择了宁薄勿厚，这样能确保黑球停在上半区，但是这一杆效果很差，黑球留下了一个大角度底带。希金斯应该会选择打带防的线路，只要控制好母球沉底，那火箭应该也飞不起来。哦，做防守了，看看啊，准度，哎呀，薄了，太可惜了，就差了一点点。看看母球落点如何。台球弹起来了，完了输中带了，完了输中带了。老张头这是彻底被压制住了，连最擅长的控球都偏差这么大，希金斯都要气哭了。这个中带交给火箭，那就等于白送。哎呀，真替希金斯着急啊！有了，好的，那么2位老伙计赶紧碰一下拳，有他们的比赛就注定精彩。这绝对是只有火箭才敢去想的奇葩走位。母球不仅要通过咖啡球的借力，而且还要2次精准避开黄球。更让人疯狂的是，世锦赛首轮的第1局，他居然直接想用147开张，漂亮！一个坚决的长台斯登直接叫黑。要知道这完全不带防守意义，只要一旦失误，那就是直接给对手喂狗。才一套红黑下赌，导播就急不可耐地给出147提示。要知道此时球形并不明朗，虽然红球看起来打分散，但其实全都互相牵制，而且最上方这颗还需要绕台校位。赛事组绝对给到火箭200%的无条件信任，因为只有眼前这个男人，谁都不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。
这是2015年世锦赛首轮，看着开局就火力全开的火箭，老油条斯泰德曼满脸问号，心想咱也没有杀父之仇，怎么干干都往心窝上走？其实最终原因也很好理解，因为自从2010年世台联取消满分干奖金，火箭也彻底失去打147的追求。虽然今年的满分干只有3万英镑的奖励，但面对肯做出让步的世台联，火箭当然要象征性的表示肯定。32. 33. 球形已经越来越难，而这一杆母球的落点就更难受。进攻右侧抵带红球，不仅要面对一个后斯诺考验，而且势必就会把这颗红球贴苦。这样下去，局面就会越来越难。我们看下火箭是怎么拆解难题的。One and an all black assault. 现在不仅多了一颗半贴库红球，而且粉球形成的后斯诺比上一杆更影响使用杆法。也就是说，火箭下一杆不仅要保证高精确的准度，而且只能用力度来控制母球落位去衔接红球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Oh, what a good shot! 绝了！精准打进黑球的同时，利用红球借停再一次简化局面。也许其他球员都是在计算如何赢下比赛，但是火箭的脑子里永远是想着如何清台。不过现在难题还没结束，还要继续强行纠错。Use the natural angle. 彻底杀疯了！不仅极限准度抬手对，而且母球几乎擦着红球而过，这细腻到厘米级的控球，关键是他还打得如此轻松。台球在火箭手中真的变成了一门艺术。6. Of course, one in the ball, Ken. 57. This is well possible, isn't it? Yeah. Welcome to the big time. 64. 65. 打进黑球完成超分，现在台面至少还有3颗难度红球，即便是打到现在，这都完全不像147球形。也不知道火老师的脑回路是怎么运转，开局就敢直奔满分杆而来。 So frame safe. 10 reds. This is 10th black. 真细腻，利用粉球借停，依然是红球手摆位。现在147成败的关键，就看接下来的 K 球效果如何。不过也正是因为 K 球存在无法预估的变数，同时大大增加了斯诺克的观赏性。81. It's unbelievable. Apparently, it's £20,000 for a maximum break, Ronnie. Is that enough? 20. 88. I've seen it all. He's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feree. Asking. 差之毫厘的偏差，没能 K 到最下方的红球。不过好在最上方的这颗还能衔接，但是需要借助咖啡球的2次撞击，并且精准的避开黄球，又是一杆视觉拉满的极限表演。 Back on the black. 这就是火箭，但凡脑子能想到，手上就总有办法实现。这个台球为他而生的美。 真的一直在带给我们极致的视觉生活。 And I'm sure Craig's enjoying this. 很可惜，运气确实有点太烂了。这杆虽然成功带出了库边红球，但是现在2颗都不好进攻，更不要说还要继续衔接黑球。看看真的还有奇迹出现吗？ 17th century of the tournament. 随着现场的集体惊呼，虽然很遗憾的只完成了13场比赛，但这样让人大饱眼福的表演，绝对已经值回票价。这是火箭脑洞大开的艺术大餐。当母球和粉球以不同的线路同时奔向黑球上，一杆极富创意的斯诺克闪亮登场，不仅克鲁斯堡全场立刻炸锅，就连对手霍金斯都不受控制的停下来。 火箭这是真往人家心窝上踩，拳拳到肉只能算基本操作，最恐怖的是你还必须得笑着承受。中高杆左塞一库成功解套，但霍师傅这种程度的解球，还不如罚分板回去重解，因为现在直接送给火箭拼准度的机会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带走比赛。
真的是毫不手软，强力的灌溉直接视觉感拉满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母球最终的落点并不适合继续进攻，火箭死死地盯着台面，只能大发慈悲再送霍师傅一杆，堪称神级的斯诺克现场教学。 He didn't go for that. He's trying to get a snooker behind the pink and black, and he may have played a 看火箭这满意的小表情，这一杆的效果完全洗在他的脸上。但作为苦主的霍金斯却只能狂抓头发，这也让他本就稀疏的毛发现在更是雪上加霜。不过非常幸运的是，这次头发没有白掉，因为接下来这一杆是他对阵火箭以来最秀的一次反击。太疯狂了，一套如假包换的霍家迷踪拳。 霍师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火箭意味深长地拿起水杯，好小子，原来你就是皮卡丘的弟弟，皮在痒是吧？等一下就好好满足你。I'm not too sure it was on because the blue was in the way. 霍金斯这杆也想来找粉球藏住，不过这线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虽然刚刚有被火箭现场教学，但是也难逃一看就会、一学就废的悲惨命运。 This is cuttable, but I'm not too sure he can hold for the blue. 火箭这杆漏了一个大角度长台，霍师傅谨慎地望着台面，最终忍不住看了粉球的落点，看看这次打带防能坐上斯诺克吗？ Is it there again for the third time in this frame? Is it there again for the third time in this frame? 好球，这才是世界前16该有的实力。只不过每次碰到火箭就不会打球的毛病，恐怕这辈子是很难痊愈的。因为火箭接下来这一杆，才真正诠释了他的恐怖之处。这就是火箭，你靠运气打进一球，我立马用准度硬核返回。也不怪世界前16的球员里有那么多恐火症确认患者，他这种专挑对手强项狂轰乱炸的打法。 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，正常人谁受得了这种打击？跟别人打最多输球而已，但是跟火老师打，输的那个东西叫自尊心。Little Tinker's trying to knock the pink safe. Near 7-4. 又是一个拼长台的机会，但是霍师傅满脸都是为难之色。这如果是换一个对手，现在的球形肯定不需要如此纠结，偏偏他就是火箭，霍师傅恐怕自己都不知道能发挥几成功力。 还是选择了更稳妥的防守。其实这个选择没有毛病，自己不够自信，当然是去等对手失误。不过最倒霉的是，火箭这个6边形战士根本没有短板，想要跟他拼防守，还真要好好掂量掂量自己。小白直接打脸了，这杆没能用粉球藏住母球，而且现在篮球还是一个大漏。霍师傅终于等到了逆转的机会。 好球！霍金斯这次终于应了应对，但是关键时刻实在缺了点运气。现在打进粉球正好62平，但是母球角度向上，副边的飞球就还有悬念。The pink's there. 11. Decision time. Do you play the cutter on the cushion, or do you play the guaranteed safety shot? Quietly, please. Safety. 出杆后的霍师傅就顿感不妙，趴在球台继续比划，因为他非常清楚，这个力度漏球基本是板上钉钉，隔着屏幕都能听见霍师傅心碎的声音。再看到这个满脸委屈的苦笑，咱就说要不然以后就不跟他玩了吧，真的太虐心了。Black for the frame. 这就是火箭，不仅要赢你的球，还要赢你的心。 To be very pleased with a nice work. The crowd standing ovation for these two.